有消息称啊，印度就拒绝了比亚迪在印度投资建厂的计划。那么我们中国的企业要不要去赚印度的钱呢？反过来再想一想啊，说假设印度他要来我们中国投资建厂，比如说他要来搞汽车，我们是应该欢迎还是应该拒绝呢？大家好，我是张斌。据观察者网消息啊，印度的经济时报就报道了，说印度的监管部门以投资安全为理由，拒绝了比亚迪在印度投资10亿美元建厂的计划。那此前呢，比亚迪和他印度的合资方向印度的工业和内贸部提交了合资建厂的申请啊，因为比亚迪他们是想在这个印度的海德拉巴建一个合资厂嘛，生产这电动车还有这个电池啊。早期呢是散件进入印度组装啊，最后呢要达到年产10万辆的这个规模啊，并希望在2030年的时候呢占有印度电动车40%的市场。要说起来，这个目标规划的还是比较合理的，而且呢也是比较务实的一个计划。据印度经济时报就分析称啊，说印度方面啊，他这次拒绝的原因啊，是一些中国车企以合资这个为幌子。其实这个中国的车企并不想把这个制造能力转移到印度啊，他们没有长期的战略意图和这个战略安排。为此呢，印度已经对和印度公司有联系的中国车企展开了各种审查。在这之前啊，也有其他的车企准备进入印度。你比如说咱们长城汽车也计划在印度投资建厂，后来呢也没有获得批准嘛。然后长城呢就准备收购通用汽车一家在印度被封存的工厂，但最后呢这也没有批啊，这个收购案也失败了。印度提出的这些所谓的理由，你就包括什么投资安全啊，什么财务上的问题啊等等，这都是一个表面上给你做搪塞的做个文章实质原因来说应该是2方面的。首先呢，它是对我们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的恐惧和排斥。印度呢，一方面否决我们企业的投资计划，但是另一方面呢，你看莫迪访美的时候他这个又提到了邀请这个美国的特斯拉这个大力邀请特斯拉到印度来投资，让人看起来很吊诡嘛，这个事情嘛不过印度他认为我们中国在各个方面显然是比美国更具有威胁，所以印度这边其实对我们中国来说包括对我们的各种投资包括就这一次否掉我们这个投资计划这是有明显的这种政治和民族的情绪对立。第二一个原因呢，就是印度这种高度的自我保护，想发展却又不敢面对这个充分竞争，让他们做出一些非常封闭的一些事情当然了，你说在一个产业成长的初期，特别是你比较弱的一个产业那必须要有国家层面的这种扶持和保护，但最终你保护来保护去，你这个产业总是要面临这个市场，总是要面临充分的竞争。常说一个字嘛，就是卷吧，它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一种充分的竞争，只有内卷出来的才有强大的竞争力。印度担心我们车企冲击本身就是他们实力不足、信心不够的一种表现，而且它比较短视。你看几十年前它也走过这个引进技术这么一条同样的一个路子呀，但是你想想当年我们的开放程度远远大于我们的保护，开放和保护这个是一定要并行的这个呢，从这一点上你就可以看出我们中印2个国家的自信和底蕴有非常大的差别，印度在这方面还差得远。如果说咱们假设一下如果说要印度的车厂到我们中国投资建厂的话，那会怎么样呢？我想我们一定会大力的欢迎只要你能来合法的经营给我们带来投资，带来这个就业，还有带来税收的话，我们当然愿意提供一部分市场和你分享你这是多好的事情你越多的企业在中国生产，在中国竞争，和我们一起卷的话，越能打造出我们最具竞争力的企业。那事实也证明嘛，不管是哪个行业，你看这个家电汽车呀，很多行业能够在我们中国国内高度内卷中生存下来的企业，放到全世界，那战斗力是爆棚的呀！高度内卷都活过来了，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呀？印度的投资环境并不太好，
我们很多企业在印度投资吃了亏，当然这不只是我们是后来吃亏的。欧美很多企业那吃亏吃得更大了，你包括美国通用在印度那工厂也是被印度折腾的可以呀哈。但是我们要看到另外一面，就是印度它是个大市场，而且是很有潜力的一个市场啊，所以这个该做的生意还是要做，该投资的还是要投，该赚印度的钱咱们必须赚。只是说呀，我们必须要提高这个风险的等级，采取更可靠的办法来保护自己。我们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和预案，该赚的钱那尽快赚。